联准会就是中央银行到最后只剩一件事情，就是对抗通膨。他如果不把通膨打下来的话，他其他刺激经济的办法会无效。所以呢，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联准会可能真的要回到升息的路径，然后把这个实体经济能够降温。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工商时报财经相对论》，我是主持人 Jenny。美股从去年年底以来就已经强势的反弹，到今年美股跟台股都屡创新高。在这一段期间，市场都会认为说，2024年应该要降息3码。可是最近声音有一点不一样了，甚至有联准会的官员出来表示说，今年有可能不需要降息，让投资人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才好。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联准会未来的动向跟股债的趋势。老师好。Jenny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去年有在看你的影片分析的时候啊，就已经有说你认为殖利率不会下降的那么快。那去年年底10月的时候，殖利率也创下了5% 的高点。那目前到底状况是怎么样？联准会到底它决策的依据是什么？你讲的是美国10年期公债的殖利率嘛？那么这个10年期公债殖利率呢，它很特别，它在所有公债里面它的特别是因为10年期公债殖利率被当作无风险利率，然后它作为商业交易用的利率，是长期利率，是市场利率，它作为一个基准，然后在上面去加码，风险高就加得多，风险低的话就加得少。那商业交易用的利率明显的就是房子、背房贷的车子、买车的车贷，然后呢企业贷款通常是好几个银行联合贷款，然后再来就是信用卡，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助学贷款那么通常这5项呢都跟利率密切相关。那么尤其是前2个房子跟汽车被当作是利率敏感部门，也就是那个用来拉动整体经济的2个部门。那这2个部门呢都俗称叫耐久财部门所以他们会需要动用到那个贷款跟受到利率的影响。如果你去买东西的话，那个很短期的，比如说你去店里面买个东西，马上就结账完，没有付利息的问题。你去餐厅消费，很快就结完账了。你除非是刷卡了刷卡就有信用卡问题。所以我才说如果你是现场结账的话，没有借贷的问题，没有利率的问题。所以呢，货币政策透过利率敏感部门去影响实体经济、消费投资这样子来的。那现在联准会的政策这一边，然后呢，10年期公债殖利率或者10年期公债的行情价格是另一边。那么这2个的那个关系我们看一下，有一张红线就是基准利率，联准会在动的利率那么那时候快速升息的期间那这个是量化宽松期间开始升息，然后碰到疫情又打到零利率，然后现在开始那个2022年开始快速升息这样子。然后现在10年期公债殖利率一度到5% 又降下来，然后现在又开始稍微反弹上来大概目前的情况是这样。那么10年期公债殖利率呢，它比较落后，比较没有紧跟着这个利率那这个我们知道10年期公债殖利率它反映很多东西，包括对经济的前景，包括那个市场流动性，也包括是不是有足够的信心心理因素3个方面，基本面、资金面跟心理这个3个层面都有。那么在现在看起来的话，它作为一个避险资产，传统上把它当作避险资产，那么它显然现在利率没有拉那么高的原因，没有像那个基准利率那么高，这是短期的，这是长期，所以这里面也算是利率倒挂，长端利率比短端利率还要低，这也算是利率倒挂。虽然我们讲利率倒挂的时候，通常是拿10年期跟2年期来比有时候你拿10年期跟那个3个月比，但是这个基准利率就相当于隔夜拆借利率是最短的。那显然明显的那个利率倒挂，现在看起来就是10年期公债殖利率以未来10年的通膨率来估算的话，认为就是短期利率跟通膨率不会在将来维持这么高，所以它就等于采平均的概念，就降得比较低。但是如果你去看2年期的甚至于3个月叫国库券1年以下叫国库券，1年以上叫公债那你会发现短端的公债产品的利率都比较高，比10年期高。那这个坦白讲是不合理，因为照理说长端利率要比短端利率来得高，所以长短利率的倒挂目前还存在，已经存在超过1年多了这个是现在不晓得怎么收拾，
因为这里跟各位观众讲一件很微妙的事情，历来没有一次例外，长短利率倒挂预告着后面会有经济衰退。可是这一次已经1年多了，还没有看到经济衰退。现在目前实体经济没有人敢说它这个是衰退的，有任何衰退的早期信号，还没看不到，所以这很纳闷。现在这个事情是可以说战后以来第一次看到，就大家不知道怎么解释。这典型的利率倒挂，所以现在10年期公债殖利率非常难估算，因为呢它有升息的那个声音，也有降息的声音，两个都有，所以现在你会看到的是焦灼盘整。上偶尔上一点不怎么上去，然后跌一点也不怎么跌下去。债券特别这样，你不像股市股市现在有各种因素让它前景看好，然后再带头冲。债券的话就变成说，降息的声音来了，升息的声音好像也最近又有点回来的感觉，所以你会看到的是债券出现的是焦灼，它的殖利率可能也是上下，它自己是避险资产，它自己搞不好这就是很具有风险。是这样子。老师刚刚讲的，其实我觉得也反映联准会目前的一个状况，因为我们知道在利率决议的时候，鲍威尔记者会他其实提到今年有可能会降息，可是最近有很多的官员都出来表示说降息不需要到那么快。那我觉得他们在担心的都是一件事情，就是通膨可能会比想象的还要久。到底为什么联准会认为说这个通膨是持续性的？对，我们现在来一个一个展开这个方面的那个论点。现在我们先看一下这一张图就是过去从60年代末期到现在将60多年那蓝色的是利率，联准会的那个利率，红色的是 CPI 这个不是核心的，是整体 CPI 但为什么我们用这个来做粗略的观察？那是因为每一个月的上旬先公布这个劳工部先公布这个 CPI， 每一个月的下旬商务部再公布另一个物价指数，叫做 PCE， 个人支出的那个做权数的一个物价指数。那联准会通常引用的是后面这个 PCE， 但是因为 CPI 先出来，所以呢，从媒体、财经圈、金融圈就开始讨论通膨的局面，开始来猜测联准会怎么样动它的利率政策这样子。所以我们还是用 CPI 来做讨论的开头那你会发现，绝大部分的时候，蓝线就是利率。联准会决定的那个利率，基准利率是在红线的上面，红线是 CPI， 这个很简单就是基准利率跟 CPI 对比两个叠上去而已。那这个资料来自于那个 FRED，FR 就是联准会 ，ED 就是经济数据所以这个是联准会的官方数据那么这个长的时间，我们先讲几个重点观察。你现在看绝大部分的时候蓝线在红线之上，就是利率要比通膨率高。那么我做个很快的说一个说明。由于说的这一点，你才会明白为什么当它开始升息的时候升这么陡，就是快速升息、暴力升息。我把它这样形容，为什么？因为利率要比通膨率高，蓝线要在红线之上。当红线冲上去的时候，蓝线还在那边慢慢调整的时候，没办法，被逼的要快速，就这样假设你现在有100块，然后假设这个利率比较低，通膨率比较高，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行。假定利率是3%， 3%，这个通膨率5%，假设利率比较低嘛那么你会发现你这100块现在可以买到100块的物资商品，然后呢1年后你拿到利息103块利率3%，可是1年后你要买的东西物价水平变成105了，你的103块买不到你原来买得到的105块的东西，所以呢你等于被扣了2块钱的叫做通膨税inflation tax， 那这样的话不合理怎么办？所以你还会想要去赚利息吗？没有意义嘛所以你会怎么办？你的手头上的货币，它的购买力在流失，它是一个会贬值的资产，所以你应该做空它。什么意思？就把它抛出去换物资进来。所以呢，你看看你需要什么东西，你就赶快囤积物资有的人一开始囤积什么？泡面的、卫生纸这种先囤积，然后接下来囤积什么？要发现这个该买的都买了，那怎么办？去买保值的资产开始就说什么东西会保值，我就去买什么东西，就是把手上的货币赶快甩出去。这样的结果叫做货币流通速度变快，于是呢总需求变快，大家都在抢购东西了嘛结果通膨缓和上去，所以呢利率比通膨率低的结果会加快货币的周转速度，然后呢最后变成说不必要的去刺激总需求，然后呢果然让通膨上去，结果呢就变成通膨会持续没完没了。所以呢有通膨的时候，你一定要让利率超过通膨率。那之前的那个零利率的时代，我们这个蓝线在底下的时候，是因为那个时候是通缩，
在通货紧缩的时代，利率比通膨率低 ，OK。但是有了通膨以后，当红线拉起来的时候，蓝线调整的太慢，这个是毫无疑问，就是联准会在2021年的时候出现误判然后到了2022年的1月宣布要升息，3月开始升第一码开第一枪，那是后来的事情。所以你看，当它开始升息的时候，它已经蓝线严重低于红线就是基准利率严重落后于通膨率。所以为什么它一升息以后，3月升1码，5月升2码，然后6月开始连续4次升3码，它在赶进度是这样子。然后呢，等到通膨降下来的时候，终于降到蓝线比红线高这是目前的情况，终于赶上来。那所以联准会的货币政策一定是要首先稳定物价，就是要对抗通膨。然后呢，那个有人会问为什么就是联准会发行货币，它一定要保证货币的购买力不会流失，就是说你不能卖那个瑕疵品、不良商品如果你是货币的发行机构，你发行的货币一直在贬值，那不行所以如果没事的时候，中央银行跟其他财经部会一起来提振总体经济，这个 OK。但是，一旦有通膨的时候，联准会就全力对付通膨，然后呢六亲不认，就是该升息多少就升息多少。坦白讲，他没有同情心他变成一个非常像野兽一样了但是很多人就会说你联准会为什么不降低利率，还是利率不要升那么快刺激一下经济？在有通膨的时候，联准会就专心打通膨。那你说经济怎么办？失业上升怎么办就是如果股市跌了怎么办？所有其他问题由所有其他财经部门去解决。联准会就是中央银行，到最后只剩一件事情，就是对抗通膨。他如果不把通膨打下来的话，他其他刺激经济的办法会无效。没有通膨没有打下来，中央银行去宽松去降息无效。所以中央银行为了将来能够刺激经济，它必须尽快把通膨打下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要付出代价。所以联准会一度说要让家庭跟企业感受到升息的痛苦，英文叫做 pains， 用痛苦来形容。为什么？因为不先把通膨打下来，中间要提振经济，那个无效，而且所有的刺激会跑去物价，而不是跑到就业。所以对联准会来讲他到最后只好六亲不认，实体经济衰退在所不惜。所以当年实体经济衰退的时候，就是80年代初型的时候那个时候经济衰退在所不惜，高利率，利率高到20%，当时真的有衰退，衰退也蛮大。你看这个灰色的时间就是衰退期间，然后当时真的有很大的衰退，利率那么高，对不对？在所不惜所以这个背景是这样。那目前看起来，联准会所看到的就是让利率去追上通膨率然后已经达成了那个效果。现在10年期公债殖利率，我们刚才讲了，比现在利率还要低现在的公债的报酬率大概4%到4.5%这一带了那离那个利率的5.25%到5.0%还有一段距离那目前联准会就让它保持这个态势。现在的问题在于通膨出现了这个跌不下去我们来说明一下，通膨现在跌不下去我们现在联准会后来就跟华尔街上课解读教金融市场怎么解读货币的不是那个物价的数据第一个拆成3块，第一个叫原物料，尤其是原油，这个在20%，第二块是租金，这个占30%，剩下的话50%到55%之间的话是所谓服务，或者叫做住房之外的服务然后现在我们看现在的问题是物价会跌下来，是因为油价的下跌，这个扮演重要的力量。但是油价已经跌完了，现在不太怎么跌了，甚至于还从70块以下涨到90块边上，或者80多块。好，第二个呢是租金，大家现在看一下物价指数里面的租金的在这个部分从当时的高点这样一路跌下来，所以趋势是下跌，这个没问题这个趋势。但是它在哪里？它刚刚跌破6%，这是6%，变成到5.8%这一带。我们要的通膨数据现在是卡在3% 3%在哪里？在这边3%，还有一段就是6%，还有一段距离。如果这个租金的上涨率能够降到3% 的话，附近的话，那物价整体那个物价指数可能要跌更多，这是好消息。但目前的话就是卡在租金下跌，但是速度比预期的慢。就是租金有下跌，你看它有在从高档下来，但是下降的速度慢，现在才刚刚跌破，最近还刚刚跌破6%，这边是6%，刚刚跌破，还没有到我们要的3%这里以下，这是第一个租金卡住。
然后在第二个卡住的哈是，刚才讲的那个服务，就是服务扣除了住房以外的服务，就是服务通膨。你看它也是跌下来，但是呢，过去这一阵子的话都是卡住了哈，在3%以上的话呢，就又回来在那边盘，啊，这是那个服务的通膨。那大家刚刚有讲嘛，大家知道就是服务的部分在物价指数里面占50%。很多东西都算服务业，哪怕是物流业、零售业，那个都餐饮业，那个都是服务业哈。所以服务业的部分很庞大，但是它现在卡住。好，服务业卡住的话，背后有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看哦，就工资，因为服务业不是靠原油、靠物料啊，它服务业主要是靠人工。那现在大家看工资呢，有个粗的黑线，叫做门槛，就是这个是4%。那通常我们用3.5%到4%当一个区间，这个区间表示工资如果在这个以下，情况 OK， 但是超过这个区间的话，到4%以上的话，这样的工资会推动通膨。所以你要打通膨，工资增长率就是每小时薪资成长率一定要达到3.5%以下。现在在4.34%上下到4.1%到4.5%这个地带，还在4%以上这样子，所以这样的薪资成长率一定会不知不觉的啊，当你还在睡觉的时候，它就推动通膨。所以联准会打通膨，最后一定要看这个关键数字的密码，就是3.5%以下，它这个区间是3.5%到4%啊。那现在在4%以上，不用说，这样的工资会撑住通膨，挺那个通膨。那要对付通膨的话，一定要达到那个目标2%的哈，一定要把它打到3.5以下。那这个还要再努力，所以联准会再观察这个是第二个。所以刚刚讲了，租金跟工资这两个是大变数。那这两个呢，占了那个物价指数成分里面加起来超过80%，有80%。结果呢，降的是降那个2成的原油价的部分，是这样子啊。好，那现在我们把刚才两个图列在一起。这个红色的是工资，蓝色的就是服务之外的通膨，就是住房之外的服务了啊，就是服务通膨。你看服务通膨横盘，原因什么？很清楚，是工资在横盘，工资没有再继续降下来，没有跌破这个4%。所以呢，为什么就业市场就业报告很重要？其中最重要的变数，再跟各位观众讲密码。就业报告里面很多，从那个每个月的非农新增就业人数啊，再来失业率，再来劳动参与率，然后兼职比例，最重要的就是每小时薪资成长率。每小时薪资成长率呢，横向整理，造成通膨数据跌下来之后，终于也开始横向整理。而是这个横向整理目前是热门话题，让联准会的官员都不敢再讲降息，因为现在通膨降不下去啊。降不下去的背后是工资的部分降不下去，工资的降不下去的背后是因为就业市场绷很紧，那就业市场绷很紧，因为很多职缺还没有填满，所以还有很多的职缺创造。那所以呢，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联准会可能真的要回到升息的路径，然后把这个实体经济能够降温，让职缺不要再搞这么多，所以到最后可能要这样子才能够把工资拉下来。联准会现在很高兴说，我不用让失业率上升，就已经把那个通膨打下来。但是到现在已经发现问题严重了，就是服务的通膨降不下来，这是目前的问题。刚刚听老师讲完之后，我觉得联准会现在有2种做法。第一种就是在高通膨的时候，我直接靠急速的升息来抑制景气过热。那另外一种就是像现在不上不下的时候啊，他希望可以靠供需的机制，看看市场可不可以自动的去把通膨压到他们原本要的水准。可是现在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嘛。那请问这些资讯或者是市场对于未来联准会货币政策的预期啊，到底要从哪边去看？那市场的舆论真的会去影响联准会它未来的货币决策吗？你问了一个很深的问题，就是如何对联准会的政策动向做观察。那么这个问题这样在联准会做出决策之前，媒体上有各种评论分析那有人甚至于还用数量模型去推测。那是这样子，我们虽然可以有各种总体经济的观察、通膨数据、就业数据，还有其他数据的这个解读，但是最后归结到最后，我们还是要去猜测联准会的真正要的会推出来的行动这叫政策行动。这个之前叫做政策性谈话talking。那联准会前主席先是葛林斯潘，
他讲了一句名言，让我们在研究联准会的时候作为总是一定要提的。然后因为大家试图解读联准会嘛然后葛林斯潘当年是说，如果你觉得你读懂了我的意思，那你应该是误会了。后来呢，这句话大家搞不清楚，就是耿耿于怀，想要做进一步的了解。结果他的接任者伯南克就给他解释，好了，讲明白一点，货币政策当中98%是出一只嘴，叫做 talking，2% 才是行动，就是开会要决定要利率动向。98%是 talking， 就是现在叫做与市场沟通，或者叫做前瞻指引那就是说联准会透过一些途径，包括什么？第一个，包括主席出席国会听证会，提出半年度的政策报告，或者不是政策报告，而是纯粹听证会然后呢，主席去做演讲，比如说到学校、到哪个团体去发表演讲或者联准会的其他官员也可以，副主席还有理事都可以到某个地方去发表演讲这个当然就会谈到看法嘛再来接受媒体采访上节目，有时候会专访比如说联准会主席上某个节目，那2月1号他就去 CBS 有个专访，场地就在联准会开会的那个大会议桌那边现场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会办论坛，联准会可能会办一个论坛，还是比如说波士顿的联邦准备银行办一个论坛还是旧金山的那边办一个论坛，然后呢一些官员就会去那边发表演讲提出看法，这个也可以所以还有联准会不是会有一个会议纪要在3个礼拜后发布嘛？那利率会议的时候，市场可能解读为太过乐观，那联准会可能就用会议纪要把它泼一点点冷水，让它修正回来。会议纪要3个星期以后公布，那也是一种沟通方式。所以林林总总有很多的那种沟通方式，都是企图引导市场的预期、市场的看法，希望联准会希望去影响它那整个货币决策过程是这样，联准会先去做前瞻指引，先去影响市场的预期，这个预期讲的是对利率的预期好，联准会做完它的动作之后，就换市场了，市场决定说接不接受，接不接受联准会这个说法，这些这个前瞻指引的沟通的这些内容。那市场不接受的话，跟接受的话怎么看？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那边的一个，观众可以去搜寻就叫做 Fed Watch，Fed 就是联准会了Watch 就是观察叫做联准会观测工具。好，那么这个列出来几个利率水平，比如这里面是5%到5.25%，这个是现在的5.25%到5.50%这个利率的那个区间然后市场现在根据演算得出来的结论就是，目前认为这一次利率会议是6月，它的那个降息，这是降息1码51.4%的几率，那维持利率不动的几率是48.5%这目前是这样。那这个市场的交易，联邦资金利率的期货交易去演算出来，然后呢，它下面有一个时间点，我们把它放在这里就是这是什么时间的那个数据，把时间点就标在这里那这个资料是公开的，就是说你不用去猜联准会，你来猜市场怎么猜，你去看市场怎么猜联准会你不用猜，你去看就好，你去看市场怎么猜联准会。那么这里面有先第一个解释一下，这边是60%，这边80%，这中间是70%这个红线是一个关键密码，就是给你数据，你要会解读各位观众，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很多人都说数据会说话，请注意，在金融市场的话要修正一下，数据不会说话，除非你加上理论的解读，叫做数据加理论才等于意义你如果光是给你数据，你怎么解读？你不会解读的话，数据对你来讲不会说话那别的场合可能数据会说话但是在金融圈的话，你要会解读数据。比如说打个比方好了那个股票市场有时候好消息来的时候，股市不是应该涨吗然后有时候好消息来的时候，为什么股市反而跌？为什么？利多出尽嘛这个想想看，大家会说后面没有了，就这样了，对不对利多出尽，那赶快之前有赚的赶快要获利了结，卖压出来。所以呢，好消息出来，如果是被解读为利多出尽，那就卖压出来的套利要落袋为安对不对？然后就反而会跌下来然后如果被解读为什么利多进出那后面还会涨就是好消息还会有，后面还有。所以一个好消息出来，
到底意味着后面还有好消息，叫做利多进出，还是后面没有好消息的，叫做利多出尽？那决定行情怎么走嘛。所以光是数字不会说话，光是数据不会说话，必须加上理论的解读，才会产生对投资人来讲有意义的结论嘛。好，现在我们看这个数据要会解读，关键是70%，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市场所预测的那个利率水平会不会出现，会不会被联准会那个接受采信，在于这个市场的预期有没有超过70%。好，70%是这样就是如果市场上认为下一次维持利率不变这个决策，这个联准会的这个决策有超过70%的话，那联准会就真的采用这个市场的预期。如果反过来讲，如果降息的预期超过70%的话，那联准会会采用这个市场的这个预期。为什么？因为超过70%被解读为市场的预期高度一致性，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那么联准会通常顺势而为，顺着市场的预期去操作它的货币政策。那这个几率很高，虽然不是100%但几率很高。那有没有可能说联准会不去照做？市场的预期超过70%，联准会居然推翻这个预期，走别的路，对不对？理论上当然可能发生，但是几率非常低。而且注意，一旦真的发生，一旦有这种情况，市场认为会怎样结果联准会跟他对着干的话联准会会付出代价。金融市场会开始说，一定是联准会看到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然后呢，不确定性上升，所以呢，金融市场开始杀，开始抛售，出现恐慌性卖压，事情不好了，这个世界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世界然后这样的结果，股票卖，债券可能也要卖，什么东西都卖卖到最后呢，联准会慌了，因为什么？金融不稳定，会出现系统性风险，联准会赶快出来解释，我的意思其实是这样那联准会出来给一个说法，安抚市场的恐惧情绪，然后整个行情就回去了，拉回去了。我把这种现象叫做华尔街逼宫，就是华尔街对联准会逼宫，出来讲到底你什么意思我们认为要这样结果你跟我们对着干，对不对？好，那我们认输，我们抛售可以吧？对不对？卖到最后，联准会自己我们用我们的话来比喻了，动没掉联准会自己撑不住了，赶快出来解释说，好了，我的意思是这样子。这种事情发生过吗？答案是 yes， 就是什么？量化宽松期间的第一次升息是2015年12月，你去看2015年12月第一次升息，可是原本8月初的时候公布的数据很强，大家已经相信9月那个利率会议就要升息了。可是呢，量化宽松、零利率跟量化宽松的升息史无前例，所以大家都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然后大家都在摸索，市场跟联准会都在互相摸索，所以那个时候市场很紧张，哇，要升息了，到底会怎样不知道。结果呢，8月11号，有一家银行相信联准会升息，它的汇率会贬值，于是开始提前应对。这家银行叫做中国人民银行，然后呢，在当时8月11号推出新的汇率改革把人民币自己先贬值了2%， 2%先贬值。结果到了8月24号，累计到8月24号，全球股灾，道琼开盘先跌1000点再说，全球性恐慌从美国传到欧洲，再传回亚洲。到隔天8月25号，联准会第3号人物，第1号主席，第2号副主席，第3号人物是纽约联邦银行总裁跳出来讲既然升息还造成大家这么紧张不然我们延后本来9月要升息的，对不对？延到12月，这下子市场松一口气了总算有出来给一个说法，行情整个拉回去。那所以联准会通常大概率不会去挑战70% 以上的市场预期。这种事情，所谓华尔街逼宫发生在股市，发生在那个债券市场、外汇市场都发生过然后最后都只能靠联准会出来澄清就是解说，让市场的这个疑虑不确定性消退，然后行情绝对全部回来，全部涨回来。所以如果你有机会碰到华尔街逼宫的话，记住第一点绝对可以买，
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啊，升不升息或降不降息，维持利率，它的几率大概是50-50左右。但是这个数据在1个月之前啊，其实大家对于6月降息的预期，其实应该是有超过70%。对。可是因为数据可能很强，所以就代表市场的预期呢，现在对于6月它降息的几率已经开始下降了。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衍生一个问题，因为今年大家有很多剧本嘛，也有人说联准会今年呢，它为了防止衰退，它要去做预防性降息的一个动作，所以也会有很多投资人想说，既然要有预防性降息，只要降息的话，债券应该就要上涨才对。那很多20年期公债的投资人说，我现在利率也很高啊，我来领息就好啦。未来如果联准会真的降息，我还可以赚到资本利得。不知道老师在这个部分的话，你是不是有其他的想法？首先讲一下预防性降息，它联准会现在完全看不到经济衰退的任何早期信号。现在从就业市场到实体经济，还是从什么，采购经理指数啊，很多的指标完全看不到衰退。可能有一些指标好像有点动摇了，快要接近衰退了，但是没有，就是整个来讲没有。你绝对不能说从3点多升，3.4啊左右升上来的3.9%的失业率叫做衰退的早期信号，这绝对不是哈，因为充分就业的失业率长期以来都在4%以下，3.8%、3.9%，这个都是非常强的就业市场，你绝对不能说这是要衰退了啊。所以它的降息倒不是预防性衰退，我跟你讲，它降息的理由是什么？降息的理由是避免过度紧缩，降息以后回到的是正常紧缩，所以降息之后还是紧缩。那之前的降息是什么？要宽松，对吧？我们以前还到了所谓量化宽松啊，零利率，要超级宽松。以前降息是要达到宽松的金融环境，现在降息只是说我不要太紧缩了，太超过，我正常紧缩。所以呢，降息之后还是货币紧缩啊，你从5.25%降到5.0%这个基准啊，还是紧缩，这个5% 的利率还是高的啊，相对以前来讲。所以呢，现在不是在预防衰退，而是预防过度紧缩，是预防紧缩过头。但是现在可能没这个紧迫感，为什么？因为实体经济还够强，所以照理说是应该要升息，而不是说只是不降息。目前的倾向是不降息，对不对哈？就是这个叫做不降息嘛，维持原来的利率水平，这是降一码嘛，对不对哈？那现在这里的话，恰好又是一个很好的那个给观众讲解或者上课的机会，就是这两个51跟48，这差不多，对不对？那联准会怎么办？如果你有任何一项过70%，那联准会很好做。我告诉你，联准会主席你都可以做，为什么？你只要看这个以后有70%就照做就好了啊。刚刚讲货币政策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联准会对市场的预期、利率预期开始影响它，叫做与市场沟通，叫做讲话，叫做 talking， 出一只嘴哈。第二个呢，市场决定接不接受。第三个呢，市场做出决定以后，联准会最后敲定，最后的结论是什么？这样子3步骤。然后呢，如果市场本身分裂，这个就是典型市场分裂，市场拿不定主意，这种情况下的话，联准会怎么做都 OK。但是如果市场拿定主意了，某一个方案超过70%的话，不管那个方案是不是联准会要的，还是说不是联准会要的，那联准会几乎都只能接受。所以货币政策是联准会跟华尔街，我们讲华尔街就是市场金融市场的这个代号了，代称了哈，就是联准会跟华尔街的一场博弈。所以货币政策表面上是联准会单方面做出宣布，对不对？但是联准会必须考虑到市场的反应，考虑到整体经济的反应嘛，所以他也必须看对方，所以这就构成一个博弈的状态。然后既然是博弈的话，就会有虚实，有时候讲话很强硬，其实行动很软弱啊。就像现在之前说不排除进一步升息然后不升息。那现在是什么？不升息，但是考虑降息。所以你会发现行动跟言辞之间还是一个组合就是两件事，然后这个强硬跟温和2×2有4种情况谈话跟行动，然后呢温和跟强硬，对不对？这样各位观众可以体会出来，这样组合起来2×2有4个组合刚刚老师一开始就有讲到，殖利率现在倒挂已经超过1年多的时间了，可是经济也还没有衰退啊，经济的数据看起来都还很强劲。这本身构成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殖利率倒挂从美元黄金脱钩开始算。1971年8月15号，美国总统尼克森宣布
黄金跟美元脱钩，本来是1盎司的黄金官价是35美元，不再挂钩。为什么呢？因为原本美国答应照这个价格那个来让你能够拿到黄金做交易了结果法国总统那个时候戴高乐觉得美元可能发行的太超过，一直印美钞，他不服气不甘心，觉得好像被课通货膨胀税，所以他就拿美元要来换黄金。这么一换下去的结果，美国发现黄金可能不够，所以呢他就开始脱钩嘛好，从那个时候开始算，大概有6次的样子利率倒挂，或者不止有时候比较短一点。结论是没有哪一次例外，就是利率倒挂之后都会出现经济衰退，实体经济衰退，一直到这一次利率倒挂从已经1年多快2年了，还没有看到经济衰退，就是22年大概从7月开始升息那一年，2022年的大概7月开始就已经衰退，然后经过去年1整年到现在24年年初了，对，那个利率倒挂现象还是存在，还是维持着。所以这一次可能是有史以来，我应该是说美元黄金脱钩以来最长的一次利率倒挂，超过以前任何一次，而且利率倒挂的那个深度也比以前还要深。然后呢，到目前还完全没看到经济衰退的早期信号，完全没有。这件事情把大家搞糊涂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大家也搞糊涂了，就是总体经济教科书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菲利普曲线，就是通膨率跟失业率是一正一负的关系，就是你如果要刺激经济压低失业率的话，你可能最后会付出通膨走高的代价。你如果打通膨的话，收缩经济的话，降温的话，很可能最后会失业率上升这两个是一正一负的关系，大概是长期都这样了可以这么说，有这么一个结构性的关系在。可是这一次他说通膨从9%降到3%，大幅度下降，你不能否认嘛，对不对失业率没有动，失业率还在3.4%到3.8%这个区间这个都算是充分就业的水平还在这个区间，没有真的恶化。本来联准会预期会上到4%，失业率4.2%、4.6%都在往这个方面想，结果到现在连4%都还没站上，最差也不过到3.9%，最近又跌回3.8%这样子。这个让很多总体经济学家觉得困惑，就是用我们的话来比喻了那呀你怎么回事那就是现在有一个初步解释就是说这一次的通膨的下降不是因为打压总需求收缩降温，而是什么？而是疫情造成的那个供给短缺。供给短缺呢，我再补充一下，就分2个部分，一部分是全球供应链的短缺，另外一个部分是美国就业市场本身的中断，就是有些人确诊了，离开了那估计有480万人左右，所以供给短缺，包括供应链的中断，包括就业市场的中断，这2个中断，这2个供应链的供给端的短缺，在通膨降下来的过程里面，就是它得到了修复，英文叫做 healing HEAL 那个得到修复，因为供给端的表现让通膨降下来了，而且也让那个实体经济保持强劲是不需要靠需求端总需求的压低来那个拉高失业率，以便让实体经济能够降温。现在不需要目前的情况，然后这个情况也非常罕见，所以现在美国经济学界也在摸索，以便给出一个新的理论或新的架构、新的解说了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利率倒挂，后面没有产生衰退，通膨降温也没有造成失业的上升这2个都违背，就是说也不是违背，就是说跟教科书的说法不一致，跟理论架构的原先的以为的认识的不一致，那这个变成一个有点悬疑。然后呢，那个耶伦在12月中旬的时候接受《华尔街日报》的专访，然后呢，鲍尔主席在2月初的时候接受 CBS， 可能中间还有一次专访，也是媒体访问，他们都指出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问题，通膨大幅下降，失业没有上升，至少这个从理论上来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悬疑他说会引来很多的研究论文、博士论文来谈这个话题，
然后以后会出现很多的叫做 papers 啊，很多的研究论文会出来，就说这个话题本身，美国的学界、理论界跟官场都意识到说这个现象很罕见，以前呢不是这个样子啊，以前利率倒挂的话，会隔一阵子以后会看到经济衰退，也许6个月后，也许1年后，哪里像现在已经快2年了，而且倒挂程度那么深啊。好，那么这是一个嘛，那通膨率降下来，失业没有上升，一个重要的解释。目前提出来的就是说，这是供给端的修复啊，然后呢，以至于你看到通膨降下来了啊，供应短缺的问题得到一些疏解啊，一些那个调降了哈，没有那么多的供给短缺了，所以通膨降下来但是呢，因为是供给端，很多人回到工作岗位或者工作岗位找到人来填补了，所以呢，实体经济好好的，失业率没有上升啊，变成这个样子，所以现在最新的解释是说，这是供给端的努力结果，不是需求端的没有透过需求端的打压来对付通膨，而是透过供给端的填补啊，来把以前造成的那个通膨因素把它消除。他宁可降息降得慢，而不要降得快，降得快的结果没有用啊。一旦通膨缓步的话，我告诉你很悲惨。那所以现在看起来，债券的部分不要过早期待降息，因为通膨的数据方面。已经出现一个微妙的不利的局面，就是横盘。